用雷波手工擂辣椒，手工擂制辣椒炒软烧，60年老店。老板来个锅巴粉，你家啥烧好吃啊？猪脚、软烧都可以。猪脚跟软烧是2个烧是吧？是。那来个猪脚软烧吧。好。再给我来个蛋。好。多少钱？2个都加蛋啊，28。不，我就要1个粉，然后2个烧。哦，21。还加个蛋。一起。好。20行不行？啊，我都给完了。啊，这边做生意都很随意。这哪是？这吃的这不是早饭，这吃的这是罪恶。还有这个呛，这个还有这个胡椒跟油脂跟辣椒的味道，哎呀，这么一拌，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叫香了，这叫贼香。同志们啊，第一口啊，同志们啊！喝口汤，香啊！哎呦，这个软烧猪脚，简直是不分你我。同志们啊，这是一口锅巴粉。什么叫锅巴粉？它其实是绿豆跟米面做的，精髓就是外表焦酥，切的宽宽的条条的，煮了之后跟这个哨子这么一拌，它这里面带气孔，充分吸满汤汁，就像上大学的你一样，吸满了知识。完了之后，你蘸着这个汤，蒯着这个肉，粉入口是塌的，越嚼越香。肉提供的油脂，哇，这鸡蛋早上起来煎好了，老板盛出来之前还在锅里过了遍水，所以这个煎的酥酥的蛋白也跟这个锅巴粉似的，吸了好多汤汁儿。这时候再来点醋。哎呀，来点醋，喝口汤，一定要加醋啊！加醋是精髓啊！每次拍咱这个吃饭故事，走到哪都特别开心。为啥呢？因为咱们国家太大了，而且各个地方风土完全不同。走到哪儿吃东西都有收获。这次来自铜仁，这是黔东门户，自然风光非常好，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人字为名的城市。当年啊，对吧，率先申请开创科举，到后来当地啊多民族聚居。所以说，在这边生活的人都比较讲义气啊，当地很有人文特色。
在这吃这粉啊，一定不要畏惧喝汤。吃完这口之后，得就个甜的救救嘴儿。哎，爽了！看到这抹茶没？就铜仁，过去啊还是当地整个贵州省啊当地最穷、贫困人口聚集最多、贫困情况最复杂的地区。但是现在啊，咱中国有非常多的抹茶，其实都是在这儿产的，甚至世界上有很多抹茶的需求也都是从这儿出口。我们要去铜仁下面的江口县范敬山那边看。范敬山位于铜仁市的江口县，与印江、松桃三县交界，是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，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的过渡带。这里自然环境优美，高湿多雨，云雾充沛，具有高海拔、低纬度、寡日照、多云雾的气候特点，是优质茶叶的天然产区。可茶叶这个产业本身抗风险能力就弱，效益低，而且市场极度饱和，再加上这里地处偏远，市场化开发弱，多年以来，任凭你条件再好，这里的茶叶毫无机会可言。后来，铜仁市剑走偏锋，开始种抹茶，甚至是顶级抹茶。这一下子，抹茶产业成了铜仁脱贫的核心产业。大家来贵州旅游一般都会喜欢自驾，为啥呢？因为这边路特别有挑战性，而且呢风景特别好看。你在这开车的时候，你身后的风景啊，就是像我现在身后的风景一样，都是这样的，一个山连着一个山，一个山连着一个山。然后呢，山地里呢就是这样的，哎，比如说这个油菜花呀，或者这样的茶地，一片一片一片的。然后山间就是云雾缭绕。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它是铜仁市下面江口县，再往下叫挂扣村，离这地方不远，就在我斜前方，那边就是范敬山，这边的自然环境特别好，农夫山泉有一个取水口就在这儿。然后这个挂扣村呢，也是当地啊第一个跟河马签订合作协议的河马村。啥叫河马村呢？其实就是河马跟这里的农户通过当地的茶企签订协议，在这儿呢统一订购、统一采购、统一管理、统一生产。它是做的是啥呢？做的是抹茶。这里啊，一共大概有700亩的抹茶地。那过去这山头里啊，很早的时候种啥？种粮食，种土豆什么的。种出来的呢，就不大不小土豆，就是马路上我们看到那些小吃那些东西。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挣钱的。那再后来呢，当地种茶叶。那种茶叶，你想当地贵州的绿茶有几个人喝过？那一直到这几年，哎，开始做抹茶了，这一下子不得了了。现在啊，铜仁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抹茶之都，变化就是这几年。然后河马今天请我们来还，你站里面累不累，哥们儿？还好啊。哦，这个河马今天请我们来，还请了一个师傅在这儿啊，然后弄了这么一个玩偶。河马一天给你多少钱，师傅？没信号了啊，反正挺辛苦的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啊，再去那边看看。你看这上面村子上面也有这河马的这个牌子。今天我们过来的时候，现在还不到3月，是2月底，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冷的。而我们看到的这些茶，其实就是我们认知里面常喝的一些绿茶，但不是所有的绿茶都能种啊，它是个别的一些品种，比如说金萱呀、有龙井啊这种茶。那么它按照这个茶多酚，还有这个氨基酸的这个标准，然后来选一些茶叶。那么到时候把它来做成抹茶。
反正就在这儿，在这儿深呼吸，我觉得特别爽，湿湿的，然后带着这个植物的那种香气，哇。2025年，铜仁市抹茶销量2500吨，销售额4.8亿，抹茶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一、全球第二。而这里还要强调一点，总有人说抹茶是日本的，这还真不是。抹茶原来叫墨茶，源于隋朝，兴于唐宋。那个时候，咱们中国人就开始用茶饼磨成粉，用水冲开，再用茶匙打出沫子来喝了。这样喝起来的茶，香气十足，温润可口。后来隔壁的日本看着好，就学了过去，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茶道。日本经济发展起步早，市场化充分，抹茶产品多种多样，商家再挂个一生悬命的牌子，就成了日本的特产，也变成了日本的文化名片。其实现在咱们卖抹茶，这不叫舶来品，这属于土特产的文艺复兴。我画了一个荷花，然后你可以品尝一下。哦，这个抹茶味好浓啊！其实吧，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就喝茶的，原来也知道说这个抹茶是这个日本那边学过去的，但是经常喝茶的人嘛，他就心里有一个感受，觉得喝这个茶吧就跟茶叶沫子似的，他就想着茶叶沫子。让日本人学就学吧，好像也没什么可惜的。但是，哦，这么一喝还是挺好喝的，好香啊！对，它的茶味比较浓郁。对，这不光是你这么喝好喝，完了现在这边就用抹茶做了各种各样的甜品啊，都很多。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河马，用当地的这抹茶做的。郁金香冰盏，来，你也拿一个尝尝。哦，谢谢。对，哦，好香啊，就特别雅。还有呢，好家伙，这叫旋风杯，哎呦，这个很好看。是哈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在这吃到的所有的这些甜品，你现在都可以在河马先生找到。而且这些抹茶它全都是研磨的非常细的1000目的抹茶，那根据不同的苦度来做的不同的产品。这对于我来讲呢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开眼界的事儿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过来到贵州，来到这个地方，你除了吃牛肉、吃什么这个小土豆之外，这里还居然生产了这样的东西，而且这里曾经是一个那么贫困的地方，所以就大开眼界。然后再尝这个抹茶麻薯流心塔，里面是麻薯，外面是抹茶。这个香气特别好。哦，这我太喜欢了。哦，这个一定要冰着吃，这个我太喜欢了。这个它上面是抹茶，中间是酥的，里面是糯的，好开心啊！当地人说，我吃的这些抹茶产品，都是江口县这里的茶农种出来的抹茶。现在铜仁的抹茶技术不仅在加工层面，种植层面也有很多技术技巧。所以现在这里的抹茶都有一股像海苔味道的附带香。抹茶带动了当地经济，从茶农到工厂，大家都有钱干，连县城里的餐馆也变得热闹起来。这抹茶也是茶呀，这甜品跟茶吃多了，这玩意它这个胃里跟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就得吃点这种实在的东西，它甜不行。这家店啊，这是当地的，哎呀，50块钱随便吃，这了得吧？啊，
有清汤，有酸汤，有麻辣汤。来个酸汤，然后是我们贵州特色，干锅是我们本店特色。你可以一边干锅一边酸汤，一半干一半酸。啊，对。啊，行。然后肉是怎么点？肉的话，干锅是炒好的，我们吃完也可以续。哦。酸汤的牛肉、蔬菜都自己选。自己选。上桌吃完不要浪费，随便吃。这也是自己拿。哎，对，这个是牛排骨，然后这是黄焖牛角，都是自己拿，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。就50块钱随便吃。啊，对，50块随便吃。然后蟹切牛肉啊，像这些牛杂、牛心、带皮肉，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。毛肚，这是啥？这还有馄饨。那馄饨。拿着4个馄饨。猪肉馅的。啊，对，还有鱼呀。因为我这人不爱吃肉，我都知道这个好。我去。有时间限制？没有，2个小时。没有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，我说错了，2个小时。限时2小时，一般吃超出了我们也没怎么去在意，没关系的。这一天抹茶了，抹1天了。这抹1天茶之后，这。抹茶冰就是要冰的还是常温的？冰的。冰的。哦呦，抹了这1天茶，在吃完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经历过风雨之后方见彩虹的感觉。哎呦，这肉炒的，这里面不光有牛肉，还有牛肚，看到没？它是呛辣酸香。我这人对肉这么一般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有点受不了了。就它这个锅太邪恶了，你上来的时候，这边是已经给你炒好了，它在炕在这边是酸汤，这个肉随便加。酸汤一会儿煮熟了，往里一涮，50块钱一个人。团建我都想来这样。喝一口当地的抹茶啤酒，就是甜的，所以特别解辣，然后这个浓浓的抹茶香。我们大学那会儿，我在北外上学那会儿，我们学校门口开了一家火锅店，自助，18块钱一个人随便吃。我们足球队的没事就过去干一顿，做这家店就给关门了。这店要是开在我们学校门口，哎，这边锅开了，我准备下点这个肉吃。哎呀，看酸汤锅里有啥？有萝卜，看啊，豆芽，这里面还有点牛血。你看这牛血煮出来发紫，这一看就是牛血。再加点薄荷叶。啊，尝尝这个。哎，这个牛肉，我用他家这个自己调这个辣椒啊，然后弄的折耳根、香菜、香葱和这个木姜子油和香油。这个味儿太暴击了，这感觉一口吃下了整个贵州，哇，绝了，真绝了，哇，太爽了，这一顿饭没好拉气儿的，就这个煮好的这种牛排吧，放在这个酸汤锅里啊，它这个酸味啊进的还没那么足。但是，一蘸这个辣油啊，这个辣味跟香味马上就出来了。这边这个饭这么持久，太狠了。待会儿我再吃这个酸汤牛肉锅里煮出来的猪肉馄饨，蘸满了这个啊，再来一口啊。
一口里面全是猪油啊，全是猪肉丁啊，造了孽了！不行不行，我得再吃2个。今天晚上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晚上这个扮猪吃老虎的冠军是这个馄饨。你吃这个肉的时候得注意，哪怕是你一个人来吃，那注意火候，你得盯着它，就仿佛稳重一直在你旁边似的。他就想跟你说话，想让你多说话，这个时候你就，知道吧？你的心里得把持住。都没有，我们就是一个美食账号。那个呢，你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每个月的那个充电的抽奖。就是尤其是2个人一起吃饭，切记一个人花过多。因为每个地方看的书会不一样，对，但是确实都会买一些。因为你一个人花过多，另外一个人就把肉都吃了。啊，你家这个50块钱一个人，对，那这个不赔钱吗？不赔钱。为啥不赔钱？我们这就是薄利多销。你原来就是干这个的？我们没有，我们之前也在外面打工啊，就是家里面出了事故，然后不想出去打工了。哦。就是然后就做点小生意嘛，照顾父母，带孩子。那刚回来，这个一开始也是50一个人吗？没有，那时候好像是25，之前也是跟别人学嘛，然后他们也是这个定价，因为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不知道嘛，不知道怎么定价，然后就跟着师傅这样跟着他们定价来定的。因为那个房租越来越贵，然后食材越来越贵，过了几年就改到那个35的38，然后就定到了50的45。那你原来在外面打什么零工？我们以前在浙江温州做鞋，就是我老公他妹妹，就是那时候白血病。哦，等于小姨子。哦，这就回来了。哎，那你这个50块钱一个人，那你在这能吃多久啊？吃多久不限时的，只要你能吃饱吃好就可以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刚才的服务员说限2个小时，不限2小时？不限的，不限的。那要是剩下怎么办？剩多了的话，也会打的也会说罚款，但我们从来没有罚款过，只会说，客人拿食材的时候会提醒，叫他勤劳少取，吃多少煮多少。这个我刚才你提起家里人的时候，我看你情绪很激动。哎，感觉那时候真的很辛苦，贫穷太贫穷了，穷到就是那时候我小姨子生病，然后不是做了那个水滴筹吗？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表哥他发了那个水滴筹，他发了简介嘛，然后他说家里面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台洗衣机跟一台电视机，还是娘家陪嫁的。都过去了。对。我们是石屏县那边的，他那一个村庄的话，可能是他家最穷的一家，那个房子都是很破烂的那种木房。那你当时为啥嫁给他？因为我跟我老公是同学，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，相当于从小认识的。他也比较勤快，能吃苦。当时我家里面的人都不答应。后来我就说，只要2个人能勤快能吃苦，我说以后什么都会有的。没想到10年过后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有了。那难怪你表哥说家里最值钱的都是陪嫁来的呢。对。画面里的这个默不作声的男人就是老板，人称兵哥。老板娘蓉姐当年自己嫁给了爱情，发现嫁给爱情真的苦。后来顿悟，苦的不是嫁给爱情，苦的是爱的这个人只剩下吃苦耐劳了。贫穷如同沼泽，陷入其中，除非有特别时运或高人指点，环境不变的时候，往往越用力陷得越深。
自助餐不好做，需要精心的设计和管理。两个人管理理念一直很随缘，但是生意却突然好了起来。当地做抹茶，你听说了吗？对，去年比较火。去年我们做了10来年了，然后去年生意最火爆。所以这个，要是未来这个抹茶再卖得好点，估计你这生意会更好。希望吧。谢谢姐。没事。那你慢吃哈。哎，好。我们两个一天都吃泡面，晚上饭都没时间给你们做。这干果你看现在烧到下面噼里啪啦了，看到没？你得从底下掏这个肉，你掏出来之后一定要肥瘦跟蔬菜一起，看到没？就这一口，就这口肉，你跟这个米饭稍微吹一吹，吹3下叫3连。然后入口的时候千万不要深呼吸大喘气儿。为啥呢？因为它的这个呛辣的这个味道会呛到你的食管里边，那个小口入口，后槽牙咬，然后就等着那个酸香和那个香料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蔓延，知道吧？就像春天一样，它在你的嘴里，一口咽下去，小风一吹，你就想着，再过大概40天，茶园儿就该遮阴了。遮阴那是做抹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步骤。遮阴之后，再过那么20-30天，它就该收获了。过那么2天，我们还得再来，因为这次来让我太意外了。其实这个县城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，很简单的一个地方。然后，但是当地像我们今天来吃饭，你看到了很多人，他可能都跟这个行业有关，因为这一个行业带动了很多人的就业和产业，然后大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西部大开发，你现在来看的时候，这当地有啥呀？当地就是绿水青山，当地就是非常好的自然环境，无污染，然后农民就说了，说我们地里的这个杂草是我们自己亲手去拔的，我们也不用除草剂，对吧？那当地有啥？当地就是这些，因为一个工业化的升级，然后它马上就变成了抹茶之都，所以真的很不一样。所以吃完这顿饭再过40天我们还得来，这应该是我们耗时最长的一集吃饭故事了。但是我们想看一看它是怎么变化的。这是我们吃饭故事第一次就是时隔一段时间再回来，然后连着拍这一集。这现在呢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，这今天清明节都过了，但是我就又回到同仁来了，因为对于我来讲，我实在是太好奇了，我非常想看看这个抹茶它这个遮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今儿你看我就到山里来了，这缺哥和缺叔都在这儿。这就是遮阴了，我搭把手吧，跟你们一起吧。我跟你们一起吧。可以。我听不懂的，我都弄了，听不懂，都坏掉了。遮阴就是把它盖到上面。对。哦。拉平就行哈。那比如说它这个它是
这样把它搞里面。你看他是拿这个铁丝啊，把这个在这个下面缠上绕一下，绕下来之后，然后把这个黑布啊，然后缠在这个根儿上，大家就给它扎起来了。哦，阿姨是钻进去，钻进去把这个竹竿子撑起来。哎呦，钻进去。你要跪下去，我们身份证挂。没问题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哦，这里面是这样的。啊，要顶到这个位置来，要顶要顶在后面。啊，顶后面是吧？对。啊，对。没擦。没插实。没事，撒下去，现在就下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哦。这个遮了印之后，你进来就感觉像钻进了那个大棚里。对，就说白了就跟大棚一样的。大棚一样的。嗯。这遮阴遮多久啊？这15到20天。我们平时种茶是不用遮阴的。对。但是种抹茶需要遮阴。对。啊。搭这个网子是我们怎么呢？让它茶叶变绿，提高它的茶绿素啊。这都是什么品种茶？我这是福鼎大白。它主要是做绿茶的啊，它就能做这个抹茶原料。所以现在我们概念里说了什么抹茶呀，包括日本的抹茶呀，其实用的也是咱中国这些茶品种，然后对，然后用不同的工艺长出来的。对。啊，它只是它的技术不一样嘛，它就说每个品种不一样啊。哦。搭这个棚的话，技术就是我们那个碾茶企业教我们这样。你家这地有多大呀？我的吗？啊，你家有多少茶？80多亩。80多亩地，800到900斤一亩地。1亩地800、900斤。对。哟，那可以啊。他吃饭喽，到后面。那饭冷菜冷喽。哎呀，这事儿我就不耽误事儿了。饭吃喽。啊，吃饭了。这吃啥饭啊？哎呦！哎呀，你看这下饭呀！哎呦，这个，哎呀，这锅巴，哎呀，你刚才绑那些东西啊，是吧？这个我不擅长，啊，但是陪他们吃饭这事儿我还是可以的。吃饭啦！哎呀，你还吃的不刚？哎呀，你还吃的？来，你们盛。一会儿我得拿个锅巴。那个酸豆角也可来一个。再吃口小油菜，再弄2块腊肉，3块吧。但是也不能太过分。哎呀，这个肥肉入嘴是酥的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家养的，没有喂过猪饲料的。自己家养的猪，它这就是好，不见外。就这肥肉，它那个皮是Q 弹的，然后那个肥的那玩意儿是甚至带了一点酥脆感。你看这没有一点自家营的感情，我跟你讲，这肉都到不了这个程度。看这个贵州菜啊，这个又油又辣，这个又酸的，你在城市里吃的时候啊，就觉得它就是纯是刺激。但是你在这个田里干一天农活，你吃这个那真的是补充能量啊！这看着就流口水了。这是您儿子，哎，哦，你们家一共80多亩，还是他自己80多亩？
啊，我说你们家这茶地是你自己80多亩，还是你俩一共80多亩？一共。哦，一共。这也是我老爸在做嘛，现在我在管嘛。哦，这样哦，没有分家哈。啊，没有。嗯，你怎么想着种这个了？怎么原先的那个狗矿山吗？受伤了。你又压断了，那现在没劳力了，没人要了，所以打不得工了，都回来种茶嘛。哪一年的事儿啊？14年。哟，12年了。我们就是那时候就开始种茶的嘛。那个工作太危险了，就是他从那个矿里边刨出来。对啊，他被压住了嘛，我把他刨出来的嘛。刨出来几个小时才新鲜回来。啊。我的腰就是现在都是上支架了，不能取业。你要下矿的话，一年能挣多少钱？矿山一年可能10几万。哦，那你家现在这个种这个抹茶，80多亩地，一年能挣多少钱？40几万吧。这一年挣40几万，成本要多少钱？就是要投入多少钱？投入40多万，最少都20几万了。哦，所以纯利润也得有20万。啊，对。那还是种茶好。吃菜。吃菜吃菜。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地啊？反正光茶园，那之前统计的是有差不多接近1万亩。1万亩。主要还是政府引进的嘛。哦，要没有种茶的时候，这边是啥呀？种水稻。种水稻。玉米这些。那你们那会儿种水稻，这就是纯是为自己吃还是啥？都自己吃。像包括现在种也不往外卖，都是自己吃，比较不挣钱了。就这么长。哦，1年1夜的这种。对。就是不遮阴的，直接收的了啊。对对对。啊，这种呢，你卖的话，1斤能卖出多少钱去？25块。没人收是吧？对，没人要。啊，有价无市。对，所以说现在就改行做抹茶嘛。做抹茶的话，就销量还稳定一点嘛。稳定，给你们带了点抹茶的甜点，这都是你们的抹茶做成的甜点的样子，然后他们再把它卖到全国各地，然后我们这视频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全国的小伙伴吃到了，在盒马买到的抹茶也是在这个地里种出来了，所以感觉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闭环。来，你尝一尝。对，你看看这个跟你在县城里吃的这个有没有差别？来，你尝一尝来。他们说的很漂亮，像艺术品一样的。我准备了很多，吃不了了，大家都纷纷拿到家里去。孩子这个老人都能吃。口味做得很好，好吃。像抹茶面包挺好。对，主要盖着。这就是你们的抹茶。尝过，可以。可以。托你们的福啊，我们也尝尝。虽然说天天都茶山上干活，其实也没有吧，应该是托你们的福啊，对吧？你们把它种出来，然后盒马把它加工出来，然后大家才能再把它买到家里来。现在是然后出名哦。不分你我啊，对，少一环都不行。是好吃，真来，的。还吃得老。那个你都拿走，都拿走。一样的啦。对，这味儿好吃。这个抹茶一进嘴里跟你纠缠不清了。它这个入口之后，它不是像那个棒棒冰那感觉，它非常的绵柔。如果呢，小伙伴你正在看视频，你正在吃这个盒马的抹茶的任何一款产品的话，我们吃的这些东西，其实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
他们付出的努力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这感觉在这个视频里可能就特别神奇。那天吃完饭，我告别了大家，前往巴尔干继续我们的拍摄。薛哥说他没听过巴尔干，他就知道继续干，后面还有好几个山头在等着他。等过了谷雨，就可以采茶了，采了茶，收入也就来了。这将是2026年的第一笔大头。斌哥店里的生意更忙了，他和蓉姐互相鼓励，生意好了也不能飘，孩子要长大，老人会更老，他们两个还得继续干。姚姐锅巴粉是市里少数开门到天黑的锅巴粉。她说主要是为了做附近菜农的生意，有时候晚上菜农来砍价，多少她也不在意。6块钱方便些卖菜的啊，那些老人家啊，还有那个婆婆头没得啊，方便他们。她相信只有这些人有钱了，她的钱才会更好。其实咱们普通老百姓想要的真的很简单，随节气劳作，随节气收获，稳定就会变成可期，可期就会变成希望。希望就会变成生活的意义，坚持与忍耐也会由保守变成美德。人活着，不就想有个奔头吗？尽管托斯托耶夫斯基说要热爱生活，不是热爱生活的意义，可谁活着不想有个奔头？连奔头都没有，谁和你聊托斯托耶夫斯基？都是馍馍。感谢河马，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奔头。他们生活挺魔幻。那边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操！嘣！泰国人回国求的是什么？可以赚大钱。All out of this machine. Big motherfucking business. All right. 都是穷人，我也是。他这些大头都是从哪买的？是人口一桩，就是网柜的税啊 ！Fucking shit！ 这个是这跟不谈这个给不。谁骑在狮子身上？跟没film吗？我早想回家了。天啊，天要台湾了，不要台独了。